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提出离婚后，儿子捧腹大笑：“妈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想着离婚呢？哟，和我爸离了，谁还要你啊？”老公也不屑一顾：“离了我，谁给你房子住？谁给你钱花？谁给你当后盾？你没了我，连活下去都难。10几年付出，被贬得一无是处，甚至换来的是背叛与谋害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都不要活了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最近几天，老公心情不太好，此刻他盯着我准备的低盐低脂午餐，眉头拧成了疙瘩，手里的筷子挑着菜，一脸嫌弃：“何秀玉，你成天就做这种鸟东西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谁吃得下？”我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：“你身体不好，医生说。”“说个屁！”庞健冷笑着打断我的话：“身体好不好，我能不知道吗？”何秀玉，找借口也动动脑子，我看你就是懒，不想好好做饭，想把我气死了，好拿钱走人是不是？我将菜用力放在桌子上，大声斥责：“庞健，你再说一遍！”庞健眼中闪过一丝意外，肯定没想到一向软弱的我，居然也有大声说话的时候。但很快，他冷哼一声：“再说几遍都一样，你就是懒。这么多年，我天天忙着工作，回来还要吃这些猪食一样的玩意儿，我容易吗？我娶你不是让你当摆设的，别整天唉声叹气，摆出一张苦瓜脸。谁欠你的？”我胸口剧烈起伏，心里的火嗖的一下窜到了头顶。庞健，你摸摸良心，这么多年，我为这个家做的还少吗？洗衣做饭、擦地板、照顾儿子，哪样不是我来？就连你的内裤袜子都是我洗，你做了什么？回到家就像个大爷一样，脚一伸，躺沙发上，等我给你端茶倒水。我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我越说越激动，庞健却越听脸色越冷。说完了，他靠在椅背上，不屑地翘起了二郎腿：“别整得跟个怨妇一样。这10多年来，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用我的，我都没说什么。哪个女人不要生孩子，不要干家务？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再说了，你图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，少在这儿装委屈。图什么？我不就图他这个人吗？当初我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，为了这个家放弃事业，在他眼里却成了懒惰的人。”我闭了闭眼，突然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话。我把他面前的饭菜统统收了起来，直接倒进了垃圾桶。庞健瞬间变了脸色，扯着我的头发将我按在了地上，一脚一脚踹在我的身上。“妈的，给你脸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！”我被他打得浑身疼，躺在地上起不来，鲜血顺着我的额头流了下来，染红了我的眼睛。等骂够了，庞健又把我拎起来，让我将屋子收拾干净，这才转身出门了。出门还打电话：“喂，老黄，出来喝酒。”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低头看我一眼，他就从没把我当回事儿。我图什么？我图他有钱，图他爱我吗？我从地上爬起来，拿纸擦掉额头上的血，又快速收拾地上的残渣。我一边默然地收拾，一边想：我以为我忍忍，这辈子就过去了，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，我早就该离开了。我和庞健是经双方父母介绍认识的，起初我对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并没有太多好感，但家里催婚催得烦，我便勉强答应了父母。先相处着，接触一段时间后，我发现他待人和善，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也挺高，更关键的是他对我很好。于是相恋半年后就领了结婚证。庞健是外地人，没有房子，但他说会买一套婚房，由他父母出首付，我父母负责装修。
房产证上写我们2个的名字，这些要求也不过分。我跟父母都答应了下来。就在我以为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意外出现了。在我们举行婚礼的当天，他父母在赶来婚礼现场的路上遭遇了车祸，不幸去世了。庞健的亲戚把这事归咎于我的头上，他们甚至找人算了我的生辰八字，说我命里带煞，克死了自己的公公婆婆。庞健也觉得我晦气，于是这场婚礼也就不了了之，最后反而要我去操办丧事。其实我是不相信玄学的，但公婆确实是在来参加婚礼的时候出事，我也就只能忍气吞声，尽力过好日子。我以为我退一步，我们的生活就能风平浪静，但我没想到，我的忍让竟然成了别人欺负我的利器。婚后的庞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不仅不帮我做家务，还开始变得挑剔，嫌我做的饭不好吃，嫌我洗的衣服不干净，甚至连我走路的声音大一些都会成为他骂我的理由。最过分的是，他拿公婆的事当理由，逼着我爸妈帮忙交房贷。起初我想过要离婚，可一想到我离婚后我的孩子就会变成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我又只能忍了。我以为我为了孩子忍一辈子也没什么，可庞健却偏偏不想让我好过。他每次喝完酒回来就开始找我麻烦，扯着我的头发，将我的头往墙上磕，一边磕一边骂我是丧门星。败家娘们，我被他磕得头晕眼花，倒在了地上。庞健却一脸嫌恶地走了，临走前还踹了我一脚。回想起过去的种种，我突然觉得很迷茫。我坐在镜子前，看着鼻青脸肿的自己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其实我年轻时也是个爱美的小姑娘，也渴望着和爱人去环游世界，但现在为什么变成这副衰老凄惨的模样了呢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遭到这样的对待？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想明白了。我错在太爱孩子，所以一次次妥协；我错在太爱庞健，所以一次次原谅；我错在太爱面子，所以不想离婚后被人笑话。可这一刻，我不想再错了。收拾好行李，我回了爸妈生前住的那套3居室。当天晚上，庞健就打电话过来了：“何秀玉，你死哪儿去了？”他在电话里骂骂咧咧，让我赶紧滚回去。我告诉他，我想离婚。离什么婚？又没事找事是吧？别一天天地作妖了，赶紧买点下酒菜回来，听见没有？我强调道。庞健，我说真的，没开玩笑。行了，矫情完了就赶紧滚回家，老子没工夫跟你瞎扯。庞健说完便挂了电话。他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，或者说他没想过我会离开他。毕竟在所有人眼里，我和秀玉都是个没本事、没长相、没脾气的老妈子，离了庞健就活不下去。但这一次，我是铁了心要离婚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儿子跑来找我，他进门就不耐烦地问我：“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我都吃不上早饭了，你想把我饿死啊？”我抬头看向庞聪，他跟我长得比较像，可性格却跟庞健如出一辙。小聪，我想和你爸离婚。我看着眼前这个身高已经1.8米的孩子，低声说：“他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骨肉。我以为血浓于水，他再怎么讨厌我，心里都是有我这个妈的。但我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。”庞聪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般捧腹大笑起来：“妈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想着离婚呢？被我爸抛弃了，谁还要你啊？是离婚，不是被抛弃。”我纠正道：“有什么区别？”庞聪不以为然：“不是我说你，你每天吃的喝的，哪一样不是花我爸的钱？现在出去，你喝西北风啊！听我的话，别闹了，赶紧回家吧。”儿子的一番话将我说得一文不值。
我望着眼前这个18岁的少年，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儿子。小聪，你吃的喝的谁做的？你的衣服鞋子谁洗的？都是我爸花钱买的呀。庞聪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你干的都是些保姆的事儿，随便找个女人都能干。你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。我气得不行，扬起手来想打他，可是我个子不高，人又瘦弱，而庞聪长得人高马大，身子强壮，我的手还没落到他脸上，就被他一把推开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庞聪恶狠狠地说，我还不乐意有你这么个妈呢。我班上好多同学的妈妈都是光鲜亮丽的，就你一天到晚邋里邋遢，害我被同学笑话。我听着庞聪的话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邋里邋遢，我低头看着自己，衣服虽然有些陈旧，但干净整洁，绝对称不上邋遢。他看不见我苍白的脸色，结巴的额头，反而对我的外貌指指点点。我心里一寒。而这时庞健慢悠悠地走过来了。你妈还在闹呢。他轻飘飘的一句，就彻底击溃了我的防线。庞健，这婚我必须离，咱们现在就去民政局。我态度坚定。庞健冷哼一声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离了我，谁给你房子住？谁给你钱花？谁给你当后盾？何秀玉，你没了我，连活下去都难。我有手有脚，怎么就离不开你了？哪怕是去捡垃圾，我也能养活自己。我毫不退缩。庞健脸色难看，他一脚踹在我的胸口上，敢和老子对着干是吧？庞聪见状也冲上来，对着我一顿拳打脚踢。我不停地反抗，但根本敌不过他们两个。我被打到昏死过去。昏迷前，我听到庞健对庞聪说，跟他废话什么，先打一顿他就老实了。咱们两父子哄了他这么多年，他都不肯松口，把你姥姥姥爷的房子公证给我，看来还是打得不够狠，赶紧打，打完扔家里去，省得在这里碍眼。庞聪点头，对着我又是一脚。等我们拿到了房子，就把宋阿姨接回来。她多温柔，多漂亮，比这个恶婆娘强多了。好儿子，有志气，咱们先把房子搞到手，其余的事慢慢来。听到这里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强烈的求生欲让我逐渐清醒过来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竟然对我如此残忍无情，也不相信他们竟然还想图谋我爸妈的房子。但耳听为实，眼见为虚，我以为的家人，却是想要害我命的恶魔。第二天，我拖着疼痛的身体去民政局咨询了一下，却被告知没有男方的同意，我离不了婚，哪怕强制离婚，也需要1-2年的时间。我的心凉了半截，但我不想就这么算了。我打算去找一份工作，等我攒好钱，就请律师强制离婚。可当我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何秀玉，我是庞健的爱人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，麻烦你尽快跟庞健离婚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我怔怔地看着手机，只觉得天崩地裂。我没想到庞健都47了，还能出轨怀孩子，我气得浑身颤抖。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庞聪的声音，宋阿姨，你在干什么？快过来吃饭吧，我爸点了外卖，有你最爱的蛋糕哦。庞聪的语气很亲昵，我听得出来，他很喜欢这个女人。好，聪聪，阿姨这就来了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你儿子也喜欢我，你说你继续待在那个家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。嘟嘟嘟，电话被挂断，我彻底死了心。原来这件事我儿子也知情。我悄悄跟踪了庞健，发现他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区。很快，一个打扮贵气的妇人出现，她满脸不高兴。庞健，你究竟什么时候跟他离婚？我肚子越来越大，我可不想让我孩子出生就没名分。
庞健抱着那女人，甜言蜜语地哄着，马上就离了。他最近情绪不好，我找个合适的机会就跟他提，马上，你都说了几百遍了。哼，上次我就准备提了，但这不是身体出了点小问题吗？你放心，这次绝对不会骗你。孩子怎么样？医生说是男是女，你放心吧。医生说是个带把的，就是医生让我小心点，咱俩年龄都比较大了，容易出意外。我躲在暗处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忍不住攥紧了拳头。可下一秒，那女人的话却让我心中一颤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去买房啊？你答应过我的，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我下意识打开手机录音，庞健的声音响起：“放心，已经定下来了，就你上次看那套房，等你生了孩子，我们就搬过去，这还差不多。要不是你给我和孩子买了房，我才不愿意做仨呢。好了，云云，我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不得已吗？你再忍耐一段时间，等我把何秀玉那个黄脸婆赶走，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一起了。”庞健在那女人的脸上亲了一口，不过你可千万别在孩子面前提起，不然他会觉得我偏心，知道了没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真啰嗦，放心吧，云云，我会补偿你的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告诉我。庞健搂着那个女人，满脸的得意。我躲在角落里，气得浑身颤抖。平时我买菜花了几块钱都要算给庞健听，哪怕这样，他都觉得我私吞了钱。可现在他竟然眼睛都不眨，随随便便给别的女人买了一套房。我死死攥着拳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悄无声息地回了家。但一路上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因为庞健并没有透露出任何想离婚的打算，但却那么笃定能尽快接回那第三者。我想到了庞健安装的监控设备，那是他用来监视我有没有偷偷藏钱的。不过慢慢的，他就忘了这回事儿。如今正好为我所用。想到这儿，我心中一动，急忙查看监控。我本来还忐忑不安，毕竟监控只能保存30天的视频。可老天保佑，通过半个月前的监控，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：那对恶魔父子竟然准备精神控制我，在长期的暴力打压下，让我精神失常，从而将我送进精神病院，甚至逼迫我自杀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连煤气泄漏的方案都提出来了。我暗自心惊，如果不是1周前庞健确诊患上了高血压，现在我早就成了一具尸体了。回想起婚后10几年，庞健对我的拳打脚踢，动不动就实施的冷暴力，还有儿子对我的漠不关心和嫌弃，我知道我等不起了，我必须一决永患，永远摆脱这对父子。当天晚上，庞健在宋云家报复性地吃了很多重油盐的食物，但也许是报应，他竟然因为脑出血晕了过去。可惜的是，送医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接到医院的电话后，我就赶去了医院。宋云早就离开了，只留我一个人照顾了好几天。可庞健并没有因为差点死去而有所收敛，反而越来越喜怒无常，对我非打即骂。我依旧扮演着温顺妻子的形象，逆来顺受，乖巧的就像一只小猫。这引起了周围病人和家属的围观，有人看不下去，替我报了警。我则红着眼，以小打小闹为由，拒绝了警方的介入。旁人见我一副不争气的样子，纷纷散去。但没人知道，其实我在心里想的是，要怎么才能不动声色地杀了庞健。出院之后，我就利用庞健对我的信任，在他的降压药里做了手脚，把大部分的药都换成了外观相似的维生素。我在等一个洗清嫌疑的机会。长期不服用降压药，血压就控制不下去，再经常吃重油盐的食物，
加上喝酒，到时候就算是如来佛祖来了，都救不回来。期间，宋云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，一直在逼着我离婚。我猜庞建父子肯定没把自己的打算说给宋云，不然他肯定不会来骚扰我。于是我故意表示庞建最近对我很好，求宋云不要再打扰我们一家人。何秀玉，你装什么？宋云大骂道：庞建对你好，你怕不是疯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会放手的。说完，宋云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知道他肯定会去找庞建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几天，我听到了庞建在电话里和宋云吵架。我知道时机就要成熟了，因为每次他们闹矛盾，庞建总会通过抽烟或暴食来弥补内心的空虚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我特意做了低盐低脂、很难吃的食物。庞建果然爆发了，他不仅掀翻了桌子，将我毒打一顿，还和庞聪经常点重油盐的外卖吃。同时，为了不留下换药的证据，我故意惹怒庞建，求他吃药。庞建一脚将我踹翻在地，然后愤怒地砸着东西。何秀玉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能耐，就知道吃药吃药，没病都得吃出病来？老子今天还就不吃了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和医生串通好了，一起来骗我？其实我不敢确定他到底会不会吃药，我只能赌。很显然，我赌赢了。庞建将降压药都扔到了地上，一脚又一脚的碾碎。以后你要是再让我吃这破玩意，我就弄死你。也是在这时，宋云再次打电话过来，邀请庞建去小酌2杯，以求和。最终，庞建带着庞聪出门了。我假装惊慌失措，追了出去，可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庞建，这是你自找的，下去给我赔罪吧。第二天，我照常出门买菜，结果却碰上了妇联主任。他看到我脸上的伤，连忙走上前来，关切地问道：秀玉啊，是不是又被你老公打了？我抿着唇，没有说话。他叹了口气：我早就说过，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你早点离婚，不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吗？街坊邻居都知道，自从庞建得了高血压后，就喜怒无常，经常冲着何秀玉发脾气。而何秀玉又是个恋爱脑，每次都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却不愿意报警。妇联主任也劝了好几次，何秀玉都唯唯诺诺，不敢吭声。时间久了，大家都觉得何秀玉是个软弱可欺的包子，又窝囊又没用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故意为之的。毕竟我以前被打了之后，为了保全面子，也为了不让人看笑话，总是会遮掩一番。如今正好派上用场。想到这儿，我委屈地落下泪来。没事的，主任，我就是担心他的高血压。老庞昨天又去喝酒了，我怕他伤身。哎呀，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？主任恨铁不成钢。虽然都说劝和不劝分，可老庞这个性格，我们大家是知道的呀。你听我一句劝，暂时和他分居一段时间吧。我故作感动地看着妇联主任，主任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离不开庞建啊。况且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离开庞建，我连住都成问题。我真的没办法呀。说着，我捂着脸呜呜哭了起来。妇联主任叹了口气：哎，你咋就这么死心眼呢？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倡经济平等、思想平等，没有谁离不开谁的。你要是想，我可以帮你找一份家政工作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养活自己没问题，总比你现在被庞建打死的好吧。听着妇联主任的话，我心里涌出一股暖流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已经去世的父母，再也没有人像妇联主任这样关心过我了。可惜，我注定要让他失望了。
我避开这个话题，开始装傻。谢谢主任。我还没等我说完，妇联主任就摆了摆手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也是个犟脾气。这样吧，我打电话劝劝庞健。说着，妇联主任就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庞健的电话。可电话那头却是忙线的声音。主任无奈地挂了电话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安慰道：要是真过不下去了，就离了吧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的电话响了。接起电话，我听到了一个噩耗：我们是市人民医院的，您的丈夫庞健出事了，现在正在我们医院抢救，请您尽快赶到医院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身体抖了一下，手里的手机和菜全都掉了一地。在主任的搀扶下，我才勉强站稳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要去医院，我哽咽着说道。我要去看老庞。好好好，主任连忙说道。你别急，可能只是小问题。但此时正是下班高峰期，打车难上加难。看着人来人往的车流，我崩溃大哭。在主任和邻居的帮助下，我们拼尽全力，依旧没能打到车。绝望之下，我索性跪在车流前，祈求有车能停下。刺啦！一阵急促的刹车声响起，车窗摇下，司机破口大骂：你不要命了？想死也别找我呀！我连忙爬过去，拉着司机的车门：师傅，我丈夫出了事，现在在医院抢救，求求你带我们一程吧。司机骂骂咧咧，可最终还是让我们上了车。主任也松了口气，但还是批评道：秀玉，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可你刚才的做法根本不理智，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你可怎么办？我抿着唇，还是一副哭哭啼啼的模样，可我心里却知道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等不及了，我要亲眼看到庞健的尸体，才能安心。医院，庞健躺在太平间里，面容平静，仿佛睡着了一样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。我做到了，我复仇成功了，可为什么我的心里并没有觉得很开心呢？也许是因为我的计划进行得太顺利了吧，顺利的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就在这时，庞聪突然闯了进来，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都是你这个贱女人！庞聪怒吼道：要不是你，我爸也不会死。我被打得猛了，低声求饶：别打我了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让你爸出去的。看见我被打，旁边的人也忍不住了：喂，你住手！小伙子长得人高马大的，怎么能对妈妈动手呢？真是造孽呀！这么小的年纪就对自己的妈妈动手，长大了还得了？要我看，都是家长给惯的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众人议论纷纷，主任和邻居也纷纷替我发声：够了，庞聪，你住手！秀玉已经做得够好了，对你们掏心掏肺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嘴，刚刚还急着跪下来拦车。这个当儿子的就不能理解你妈妈的心情吗？众人的你一言我一语，让庞聪更加愤怒。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眼里仿佛要喷出火来。我掩面痛哭：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好。要是我拦住了老庞，不让他出去喝酒，他就不会出事。都是我的错。我的哭喊伴随着鲜血从嘴角滑落。看见这一幕，围观的群众也动容了。哎，真是可惜，这么好的媳妇居然遇上了这样的事情。是啊，这男人也是可惜，这么年轻就出事了。要我说，这个儿子就不是个好东西，自己父亲死了，不想着处理后事，反而对母亲大打出手，真是白眼狼。众人的议论声落在我耳朵里，让我心里升起一股快意，而我继续哭哭啼啼，扮演着无辜受害者的形象。你装什么？庞聪怒视着我，你以为装可怜我就会放过你吗？我已经报警了，你等着坐牢吧。很快，
我和庞聪都被警方带走，接受调查。审讯室里，警察对我进行了询问，我如实陈述了庞健的高血压病史、服药情况以及事发当天的饮食情况。我抽泣着，眼里满是泪水，都怪我，要是当时我能拦住他，不让他出去喝酒就好了。我没想到他连药都不吃，就带着儿子出去喝酒了。我知道他这段时间因为高血压，情绪一直不稳定，可我没想到他会对我发这么大的火。我断断续续，总算把事情说清楚了。从审讯室里出来，庞聪又一次对我大打出手，都怪你故意害死我爸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爸死了就没人打你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警察叔叔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一旁的警察见状，赶紧拉开庞聪，这里是派出所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还有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爸难道还家暴？庞聪支支吾吾，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一个劲叫嚣，让我去死！警察叔叔，你们快把这个杀人犯枪毙！警察看向庞聪的眼神变得凌厉，这些事情我们会调查清楚的，不该你一个孩子操心，你还是回学校好好上课吧。庞聪还是不依不饶，不肯放过我。我了解我的儿子，他完全遗传了他爸的自私自利、暴躁无能，现在一直纠缠着我不放，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指使。只是一瞬间，我就明白他是被人当枪使了。不过我可不会好心提醒他，从警察的态度来看，我已经熬过了第一阶段，接下来他们肯定会围绕家暴这件事对我进行深入调查，同时庞健的社会关系、夫妻关系也都会成为他们调查的方向。我期待着他们能查出真相，让一切都浮出水面。事情果然不出我所料，2天之后，警方打电话让我到警局做笔录，说是案件有了新的证据。再次踏入警局，我的心里更加从容。何女士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了解到你和你丈夫的感情并不好，他经常家暴你，但我们调了辖区派出所的接警记录，只接到过一次关于你被家暴的警情，而且报警人还是你的邻居。你为什么长期遭受家暴而不报警呢？我故作疑惑不解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我10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老庞每次动手后都会安慰我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爱我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这话是庞健过去说过的，那时他还知道哄我，后来觉得我跑不掉，就再也没说过了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自己都差点吐了，但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。果然，听到我的话，旁边一个年轻警察忍不住道：“何女士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被家暴了，你可以请求妇联和警方的帮助，完全没必要默默忍受的。”旁边的老警察咳嗽了2声，瞪了那年轻警察一眼，然后才又对我道：“根据调查，死者庞健患有高血压，需要每天服用降压药，但我们在死者的体内提取不到降压药物的成分，我们怀疑药物被人为的调换了。何女士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，老庞不是每天都吃药的，甚至可以说很少吃，我俩也经常因此吵架。出事的那个中午，他就没有吃药，我求了他好久，但他将所有降压药都踩碎了。老警察皱眉说道：“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？该不会是你故意毁灭证据吧？”他的声音加大，锐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强光打在我脸上，让我不适地撇开视线。我张了张嘴，最终哭了起来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我怎么会想到这些？我哭得梨花带雨，眼含悲痛。我家里有监控，你们可以查监控，那是我老公之前装的，我真的没有骗你们。
警察调取了监控，事实证明我确实没有说谎，而且警察还发现了庞建购买的意外保险合同，这让警方更加同情我。最终，警方出具了庞建意外死亡的证明。庞建因固执己见，不吃降压药并喝酒导致脑出血死亡。他的同桌酒友被判支付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。听到这个结论，我长长的松了口气，我终于洗清嫌疑了。我知道庞聪和宋云肯定不会就此罢休。果然，赔偿金下来后，宋云上门了。他趾高气扬地看着我。现在非婚生子也有继承权，我要分一半财产，还有赔偿金，我也应该拿一半。庞聪站在一边，面无表情，却没有反驳。我点点头，可以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分？宋云义正辞严，念在你伺候老庞这么多年，我可以给你2万块。至于其他的财产，自然是归聪聪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所有。庞聪这才点点头。妈，宋阿姨说的有道理，这些钱都是我老爸赚的，给你一些就不错了，你可别贪心。我心中冷笑，听到庞聪的话，我心里冷笑。庞聪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会不了解他？他眼里只有钱，只要给他足够的钱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爸那边，对我动手。小聪，你是我唯一的孩子。你姥姥姥爷还有一套房，我现在年龄也大了，说不定哪个时候就走了，到时候我肯定会留给你。但现在，这话一出，庞聪愣住了。他毕竟年龄还不大，想问题不会那么全面。宋云见状，连忙开口：聪聪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要是你不分财产，到时候和他住在一起，他害死你了，怎么办？你还信不过我吗？以后我就是你妈妈，我会把你当自己亲生孩子看待的。庞聪眼神闪烁，最终却说道：宋阿姨，今天你先回去吧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宋云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但见庞聪皱起眉头，他最终还是不情愿地离开了。等宋云走后，我将之前的录音放给了庞聪听。眼见庞聪攥紧了拳头，我笑了。也许你宋阿姨是真的对你好，可她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以后真的不会偏心吗？她现在才30多岁，以后或许还会嫁人，到时候你怎么办？更重要的是，等她的孩子生下来，你爸的遗产还会有一个人和你抢。你别那么看着我，我无所谓，反正我年龄大了，以后的钱都会给你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就比什么都强。我先回你姥姥家一趟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临走前，我还故作不经意地嘟囔道：要是宋云没了孩子，这所有的财产就都是小聪的了。天意弄人啊！庞聪已经18岁了，他有自己的判断，但我相信，以他的性格，是绝对不会愿意把到嘴的肉吐出去的。果然，几天后，我再次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庞聪将宋云推下了楼梯，一尸两命。庞建身体不好，年龄又大，因此精子质量不行，孩子本来就很容易流产，而宋云是大龄产妇，大出血之下，自然挺不过去。这次也不需要立案调查，毕竟庞聪推人时被邻居抓了个正着。庞聪一见到我就哭着道：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不希望弟弟出生，我没打算害死宋阿姨，你帮我和警察说一声好不好，让他们放我出去，我没杀人。庞聪不知悔改的态度，我丝毫不意外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毕竟庞聪从小就被庞建惯坏了，他的眼里只有他自己，任何人挡住他的路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除掉。不过这一切已经和我无关了，我哭着开口：儿啊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是妈妈没教好你，下辈子你一定要做个好人啊。最终
庞聪因故意杀人被判处了死刑，庞聪被压下去了。我擦干眼泪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庞健死了，庞聪也死了，宋云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，而我也终于摆脱了他们的桎梏，可以过上新的生活了。我将所有的房产都变卖了，拿着钱去全国到处旅游。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我的人生从这一刻才正式属于我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